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巴尔扎克，这位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一生都在用文字描绘着当时法国社会的众生相。他以惊人的创作力，为我们留下了《人间喜剧》这一宏伟的文学巨著，而欧也妮·葛朗台正是其中最为璀璨的明珠之一。这本书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人性在金钱面前的扭曲与挣扎。在历史上，有一位名叫海蒂·格林的华尔街女巫，她被认为是美国最富有的女性之一。然而，她的生活却因对金钱的极度痴迷而变得扭曲。她住廉价公寓，穿着破旧的衣服，甚至在儿子腿部受伤时，因为舍不得花钱治疗，导致儿子最终截肢。她的一生都在追逐金钱，却失去了亲情、友情和生活的乐趣。这与欧也妮·葛朗台中的老葛朗台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那么，老葛朗台又是怎样一个人呢？他的故事又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本书的世界。1. 老葛朗台的吝啬，金钱至上的人性扭曲。老葛朗台是本书的核心人物，他的吝啬堪称一绝。他拥有巨额财富，却过着极度节俭的生活，甚至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他对家人也极其苛刻，妻子和女儿在他的压迫下过着压抑的生活。老葛朗台的吝啬源于他对金钱的过度痴迷，在他的眼中，金钱是万能的，是衡量一切价值的唯一标准。他将金钱视为一种权利，一种可以掌控一切的力量。这种对金钱的执着使他逐渐丧失了人性中的善良、亲情和同情心。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老葛朗台的吝啬是一种病态的心理。他对金钱的占有欲已经超越了一切，这种欲望不断驱使着他去积累财富，而不顾及他人的感受和需求。同时，他的吝啬也反映出当时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即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在那个时代，财富的多少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这种社会环境进一步加剧了老葛朗台的金钱崇拜。老葛朗台的吝啬虽然为他积累了大量财富，但也使他失去了很多宝贵的东西。通过他的故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首先，不要让金钱成为我们生活的唯一目标。虽然金钱在生活中很重要，但它不应该成为我们追求的唯一目标。我们应该学会平衡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追求真正的幸福。其次，要珍惜身边的人和感情。老葛朗台因为对金钱的痴迷，忽略了妻子和女儿的感情，最终导致家庭的破裂。我们应该明白，金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但真正的感情是无价的。最后，要学会适度消费和理财。老葛朗台的吝啬虽然是一种极端的行为，但我们在生活中也应该避免过度消费和浪费。同时，我们也要学会合理理财，让金钱为我们服务，而不是被金钱所奴役。书中有一段对老葛朗台吝啬的精彩描写，他的钱锁在箱子里，一点一点的增加。他对女儿也是一点一点的给，给的那么少，好像完全是出于不得已。给的时候，他的手指颤抖着，像发寒了一样。这段话生动地展现了老葛朗台对金钱的痴迷和对家人的苛刻，也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吝啬的危害。2. 欧也妮的善良与纯真，人性中的美好之光。与老葛朗台的吝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女儿欧也妮。欧也妮是一个善良、纯真、充满爱心的女孩。她在父亲的高压统治下，依然保持着内心的善良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欧也妮的善良与纯真源于她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性的信任。尽管她生活在一个金钱至上的家庭环境中，但她没有被父亲的价值观所同化。她相信人性本善，相信世界上存在着真正的爱情和友情。从哲学角度来看，欧也妮的善良是一种对人性本质的坚守。在一个充满欺骗和虚伪的世界里，她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信念，不被外界的环境所左右。这种善良不仅使她保持了内心的纯洁，也为她赢得了别人的尊重和爱戴。欧也妮的善良与纯真给我们带来了以下启示：首先，要保持内心的善良和纯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不公正的事情和不好的人，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失去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性的信任。我们应该像欧也妮一样，坚持自己的信念，用善良和纯真去感染身边的人。其次，要学会关爱他人。欧也妮的善良不仅体现在她对家人的关爱上，也体现在她对陌生人的帮助上。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善良。我们也应该学会关爱他人，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最后，要相信爱情和友情的力量。欧也妮对爱情的执着和对友情的珍惜，使她在这个充满冷漠的世界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我们也应该相信爱情和友情的力量，用心去经营和维护这些宝贵的关系。书中有一段对欧也妮善良的描写，她心地单纯，性格柔顺，仿佛是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小鸟，虽然被囚禁着，却依然唱着动听的歌。这句话生动地展现了欧也妮的善良与纯真，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她内心的美好。3. 金钱与人性的较量，复杂而深刻的主题。欧也妮，
格朗台》这本书最核心的主题就是金钱与人性的较量。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了金钱对人性产生的巨大影响，也看到了人性在面对金钱时的种种表现。金钱作为一种物质财富，本身并没有善恶之分。然而，当人们对金钱的追求超过了一定的限度时，就会导致人性的扭曲和堕落。在欧也妮·格朗台中，老格朗台对金钱的过度痴迷，使他丧失了人性中的善良和亲情，而欧也妮则因为对金钱的淡漠，保持了内心的善良和纯真。从社会学角度来看，金钱与人性的关系反映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在一个以金钱为衡量标准的社会里，人们往往会忽视其他重要的价值观念，如亲情、友情、爱情等。这种价值观念的变化会对人们的行为和心理产生深远的影响。通过对金钱与人性关系的探讨，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首先，要树立正确的金钱观。金钱虽然重要，但我们不能被金钱所左右。我们应该明白，金钱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我们应该学会用正确的态度去对待金钱，让它为我们服务，而不是被它所奴役。其次，要重视精神财富的积累。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精神财富的积累。亲情、友情、爱情、知识和文化等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该学会珍惜这些财富，让它们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后，要保持人性的善良和美好。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应该坚持自己的人性底线，不被外界的诱惑和压力所左右。我们应该像欧也妮一样，用善良和纯真去面对这个世界，用爱和关怀去温暖身边的人。书中有一段关于金钱与人性的经典对话：你拿走了我女儿的钱，就是拿走了她的幸福。幸福，金钱就是幸福。这段对话深刻地揭示了金钱与人性的冲突，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树立正确金钱观的重要性。4. 社会背景的刻画，真实而深刻的时代画卷。巴尔扎克在欧也妮·格朗台中不仅为我们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还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真实而深刻的社会背景画卷。他通过对法国所墨城的描写，展现了当时法国社会的种种现象。巴尔扎克的社会背景刻画基于他对社会的深入观察和思考，他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法国社会的阶级矛盾、经济状况和社会风气。从历史学角度来看，巴尔扎克所描绘的社会背景是法国大革命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的真实写照。在这个时期，财富的积累和分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阶层也发生了分化。这种社会变革为欧也妮·格朗台的故事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深刻的社会背景。通过对社会背景的刻画，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欧也妮·格朗台的故事内容和主题思想。以下是一些应用方法和好处。首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通过对所墨城的描写，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法国社会的经济状况、阶级关系和社会风气，这对于我们理解故事中的人物行为和事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可以增强故事的真实感和代入感。巴尔扎克对社会背景的细致刻画，使读者仿佛置身于那个时代，感受到当时的社会氛围和生活气息。这种真实感和代入感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最后，可以引发我们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巴尔扎克在书中对社会问题的揭示和批判，可以引发我们对当今社会问题的思考。例如，他对金钱至上的社会风气的批判，对于我们今天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书中有一段对所墨城的描写，所墨城是一个安静的小城，街道狭窄，房屋破旧，城里的居民大多是一些商人，他们整天忙碌着，为了赚钱而奔波。这段话生动地展现了当时法国小城市的生活状况，也为我们理解故事中的人物行为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信息。欧也妮·格朗台这本书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人性在金钱面前的种种表现，也让我们对金钱与人生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思考。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精彩的故事和深刻的人物刻画，更在于它对我们人生的启示。它提醒我们，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不要忘记精神财富的积累；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不要忘记关爱他人。在面对金钱的诱惑时，要保持人性的善良和美好。我呼吁大家抽出时间阅读这本书，去感受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去思考金钱与人性的关系。同时，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将书中的理念运用到生活中，用善良、纯真和爱心去对待身边的人和事。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来激励大家：人生就像一场旅行，金钱只是途中的风景，而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内心的感受和体验。让我们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不要忘记享受生活的美好，保持人性的善良和纯真。希望这句话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和动力。谢谢大家。